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为何让人泪崩？从少年天才到落寞英雄，诚意演技炸裂。如果你今年错过了莲花楼，可能真的是一大憾事。本来以为这又是一部套着古早武侠套路的平平无奇电视剧，结果却狠狠地打了个脸。这哪是什么一般的武侠剧，分明是一曲少年英雄走下神坛的悲凉赞歌，悲得让人五脏六腑都疼，感人的连眼泪都要涌出好几桶。剧名中的莲花楼既浪漫又文艺，但对不起，这是一部扎实的从头扎心到尾的故事。李香怡，曾经风华正茂的天才少年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从那个鲜衣怒马的剑中翘楚，变成了一个轻衣潦倒、手里只剩一柄破扇的病弱男人？你捋捋那些细节吧，断手失剑，斩文景交，眺望江崖，写绝笔信。天哪，他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都像是定制的心碎套餐，次次让观众无法喘息。但是剖开来想，为什么李莲花这样对待自己呢？他宽容了所有人，连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都能放下、原谅，却始终无法宽恕自己。这种挣扎和煎熬是人性的真实写照。无论是否置身江湖，是英雄也好，是普通人也罢，当无法与自己和解时，你的心灵永远是一个牢笼。而说到撑起这部剧的灵魂人物，程毅的演技是真的让人服气。他的表演细腻到让人怀疑，这个人是不是偷偷去了古代修炼几年。李莲花在他眼里，时而是气宇轩昂的少年郎，时而是疲惫破碎的流浪者，每一个状态都令人心碎。尤其是每次他咳嗽，剧里按住胸口的细微动作，分分钟把观众拖入感同身受的悲伤深渊，简直让人无法自拔。更别提那双眼睛鲜衣怒马的少年义气，再到人生落寞的隐忍挣扎，都藏在那双眼中密不透风的故事里。作为一个误以为这剧俗套的观众，我必须向当年没看莲花楼的自己严肃道歉。纵然我们被无数套路剧洗脑到麻木不仁，一个好的故事总能打破墙，跨过旧念，让我们重燃对古装江湖的期望。剧荒了的朋友，请立刻去看这部作品，但提前备好纸巾，可能不是你准备一两包的事。这种掉眼泪的手速，真怕把你家存货都交代了。看莲花楼后，让人不禁感叹李香怡的觉悟到底来自哪里？一个人能不能活出自我，却拼命拉扯众人，不计生死得失，究竟值不值得呢？也许这就是侠的精髓吧，把温柔给他人，把坚韧埋自己。问题是，我们普通人是否愿意为生活当一个侠呢？江湖或许只存在于屏幕里，可现实里，我们的每一个选择，难道不都是自己心灵侠义的考验？想一想，你今天的选择，会不会也在悄悄定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故事？莲花楼为何让人泪崩？从少年天才到落寞英雄，程毅演技炸裂。如果要说这几年哪部古装武侠剧最能让人看得心口发酸、泪流满面，莲花楼绝对榜上有名。它没有动辄十几亿投资的豪华布景，也没有浮夸的特效堆砌，更没有靠话题炒作的噱头，有的只是一个人李香怡，一个从高峰坠入深渊，又在废墟中重生的灵魂。而这份真，正是莲花楼能穿透观众心灵的关键所在。从天才少年到江湖孤客英雄的坠落，是整部剧的开端。李香怡这个名字在剧一开场时几乎是传奇的代名词。他是少年成名的少师弟，剑法无双，意气风发，是众人眼中最有希望成为一代宗师的人。可是，这样的光环却在一次惊天阴谋中被无情碾碎。断剑、背叛、血战、坠崖，那一幕幕像利刃一样切割着观众的心。最令人难受的不是他死了，
而是她从此不再是那个李香怡。人没死，魂却碎了。她用李莲花这个名字重新活着，从此与江湖无关，却又始终被江湖追着走。这份身份的落差，像极了人生。少年时的梦想与热血，在岁月的磨砺下，变成了隐忍与沉默。当他再次出现在莲花楼中，衣衫简单，神色淡然，带着病气的笑容，那一刻，无数观众破防。原来他真的放下了吗？不，他只是把痛藏得更深，宽恕所有人，却不肯原谅自己的心结。程毅把李莲花演成了一个温柔的悲剧，他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温和相待，哪怕是曾经陷害他、害他失去一切的人，他都能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过去了。可那种看似淡然的从容，反而最让人心疼，因为他放下的是别人，他放不下的是自己。他不能原谅自己没能救回同门兄弟，不能原谅自己让恩师蒙羞，也不能原谅自己当年的一念之差导致悲剧连锁。他的笑是自我惩罚的笑，他的咳嗽是灵魂腐蚀的声音。程毅的表演没有任何夸张的哭喊，却能让观众从细节中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。比如他常常在夜里独坐窗前，手里轻抚那柄破扇，眼神空洞而温柔，那一刻你几乎能听见他心碎的声音。这就是莲花楼的力量，他不喊口号，不讲大道理，却在一个男人的沉默中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挣扎。程毅的演技细腻到极致，隐忍到极深。不得不说，莲花楼真正的灵魂是程毅，没有他，这个故事或许不会有如此厚重的情感层次。他把李香怡与李莲花之间的身份反差演得极具层次，前者如朝阳般耀眼，后者如秋水般深沉。两个身份像是一个人前后的两生。他演少年李香怡时，眼神中有光，有傲，有锋芒，那是年轻人对世界的笃信与自信。而当他化身李莲花后，光不见了，锋芒收了，只剩下一种被岁月打磨后的温柔。他的语调变得低缓，步伐也多了一丝倦意，连一个简单的微笑都像是从心底挤出来的。尤其是他那双眼睛，观众说程毅的眼神像是能讲故事的镜子，他映出李香怡的骄傲，也映出李莲花的悲凉。那种眼神的转变不是技巧，而是入魂。有人说程毅这次的表演像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灵魂交换，他不再是在演李莲花，而是成为了李莲花。莲花楼的隐喻破碎之中重生，莲花本就生于淤泥而不染。莲花楼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象征，莲花是纯净的，但它的根永远扎在泥泞之中。李莲花看似清雅出尘，其实心中满是污泥与伤痕。他所住的莲花楼不只是避世的居所，更像是他的心灵牢笼。那楼安静的可怕，每一次风吹动门扉，都像在提醒他江湖还在，可他已不在江湖中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选择救人、助人。那不是江湖义气，而是一种自我救赎。每救一个人，他似乎就在对过去的自己说：“我还值得被原谅。”这也正是莲花楼最动人的地方。他讲的不是一个人如何赢回荣耀，而是一个人如何学会与自己和解。从剧到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李莲花。看完这部剧，很多观众都说，原来最打动我的不是江湖，而是人生。的确，李莲花不是虚构的侠客，他像是生活中每一个受过伤又努力活着的人。我们都曾是李香怡，年轻、骄傲、信誓旦旦，也都可能成为李莲花，疲惫、失望，但仍温柔。莲花楼让人泪崩，不只是因为李莲花的悲情，更因为它映照了我们自己。我们也曾想活得坦荡无惧，却在现实中被磨得满身伤痕；也曾想做个英雄，却终究成了凡人。可正如李莲花所说，
凡人之身，亦可行侠。这句话不仅是对江湖的注解，更是对人生的慰藉。我们未必能拯救世界，但可以拯救身边的人；我们未必能改写命运，但可以选择善意。这就是莲花楼的意义。温柔是最难得的侠气。如今的荧幕上，侠义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概念，但莲花楼让人重新相信，侠气不是刀剑，不是热血，而是在风雨中仍不改温柔。李莲花的故事没有大团圆结局，却让人看见了一种柔韧的力量。他不为自己辩解，不为命运抱怨，只是默默承担，默默原谅。这部剧没有用夸张的特效和热搜来堆砌情感，它靠的是诚意，一个眼神的悲悯，一声咳嗽的疲惫，一抹笑容的释然。有人说莲花楼是一场关于放下的修行。是的，放下他人容易，放下自己太难。而当你真正理解李莲花的微笑，也许你就懂了，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征服世界的人，而是学会原谅自己的人。